为什么一海之隔的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冲击，竟然演绎出截然不同的结局？明治维新的日本率先派遣岩仓使团横跨太平洋，漂洋过海考察英法德美。他们亲眼见到了蒸汽机的高效，也听到了现代工厂的轰鸣，带着富国强军文明开化的结论返回日本，脚踏实地认真学习先进文明。而彼时的清廷呢，同样经历洋务运动，也曾有过种种尝试和努力，却又屡遭内忧外患所困。当时的人们是不是也会困扰，为什么中体西用的良策终究没干过全盘西化的狂飙？面对西方列强的压迫中日两国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地打开了国门，可是呢，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日本是借鉴欧美，铺设铁路，改进舰队，重塑社会阶级；中国呢，则是在求富求强的过程中，苦于体制僵化、财政崩溃，最终卷入更深的漩涡。他们是都曾仰望大洋彼岸的耀眼灯塔，可是呢，却又被自身的历史宿命牵绊。日本如何从落后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又错过了哪些关键转折？今天这一期我们就重点聊聊这个话题。说公元716年，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从日本来到中国，据说呢，他是自幼聪明好学，才华横溢，最关键的是因为汉文修养良好，所以被选拔为遣唐使，一路从日本南博，也就是今天的大阪，历尽辛苦西渡东海，来到唐都长安，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这位年轻人呢，名叫阿倍仲麻吕。您注意，这是个错误的记录，本来应该是阿倍仲摩或者安倍仲摩，可是后来呢，人们习以为常，阿倍仲麻吕反而成了正式的称呼。说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土大唐以后呢，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且以优异成绩考中了进士。由于德才兼备，诗文俱佳，阿倍仲麻吕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任命为秘书监兼卫尉卿，经常在玄宗皇帝左右侍奉。时间久了呢，这个阿倍仲麻吕干脆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做朝衡。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由于思念故土，753年，朝衡等人率领4艘帆船从苏州起航，打算返回日本。一块同行的还有一位著名高僧，就是已经年过60旬的鉴真和尚。说这4艘帆船本来是一块航行，但是中途在海上遭遇风暴，船队被冲散，鉴真和另外2艘帆船最后都开到了日本，但是朝衡的船下落不明。他在中国有几位诗人朋友，其中就包括李白和王维。由于一直杳无音讯，李白以为他已经遇难，悲痛地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叫做《哭朝清衡》。说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其实呢，他是漂流到了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从安南历尽艰险回到长安，又正好赶上安史之乱爆发，往来中国日本的那个道路已经变得很危险。这个朝衡呢，就这样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再往后，又分别得到唐肃宗和唐代宗的信任，官至纵二品的陆昭大都督、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10亿3千户。这个朝衡阿倍仲麻吕最终就在长安辞世，埋骨唐土，享年76.2。从此以后，这段史话就被引为美谈。那么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有关日本民族的缘起在中国流传特别广泛且久远，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传说是徐福。说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派遣方士徐福带领500童男500童女乘船东渡到海上寻找3座神山，神山上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最后这个仙药呢没有找到，徐福后来呢就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徐福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史记》和《三国志》都有提及，但是至少在5代以前没有明确说明他最后到底去了哪儿。那么5代的后周冀州开元寺有位僧人叫做易楚，易楚写了一部《易楚六帖》的著作，其中明确提到徐福最终到达的是日本，日本秦氏就是他的后代。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文献中最早明确指出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宋代的欧阳修写过一首《日本刀歌》，同样指出徐福滞留的地方就是日本，但是和《易楚六帖》一样，真实性同样难以考证。在日本也流传着有关徐福的传说，
我们看，这是江户时期一幅有关徐福东渡的画作。日本人认为徐福在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现在当地还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有祭祀徐福的传统，但是真实性仍然没法确定。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神话就是神话，当个乐子就行了，一定不要把神话当作史实，否则很可能变成一个笑话。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根据现代的基因研究表明，日本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在多次迁徙、文化交流、发展、演变、交融的结果。这其中呢，主要有2大来源，一个是绳文人，一个是弥生人。这个绳文人呢，据分析是从17000年开始，从今天的东北亚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南迁，最后形成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绳文文化圈。现代的日本人大概有10%到20%的基因组可以追溯到这批古人群，其中以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和冲绳的琉球人最为显著。而弥生人呢，是从公元前4到5世纪开始，大量的长江流域和朝鲜半岛的农耕民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日本繁衍生息。弥生人和绳文人广泛通婚，成为今天多数日本人的主要基因来源，大约占比在80%到90%。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左边是绳文人，右边是弥生人。从面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绳文人的须发眉毛要更加的浓密，鼻子更高，嘴唇更厚，这是通过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推测的日本人的源流。日本是先有绳文时代，后有弥生时代，弥生人的到来压缩了绳文人的生存空间，并且渐渐成为日本列岛的主流。那么说，日本原本是若干个氏族领地，到了5世纪末，一个位于内陆海东岸的家族强大起来，这个家族被称为大和系，他们以天照大神为自己的祖神，因此又被称作天照系。这个时候还是氏族联盟。到了公元7世纪，大和首领摆下盛宴，招待几个主要对手，又趁着人们喝得烂醉残杀了他们。根据传统史书的记载，几个月以后，大和首领宣布开始全面学习中国唐朝的治国方法。这一事件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历史上叫什么呢？它被统称为大化革新。有关中日两国的交往啊，最早发生在东汉。根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说建武中元2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率生等献牲口160人。这段记载提到汉光武帝在建武中元2年赐给日本倭奴国印绶。当时的日本有100多个小国，和汉朝通使往来的有30多个，各个称王世代相传。至于倭奴国，它的具体位置到底是在哪儿不是很明确，但很可能是位于九州地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汉书里边说光武帝赐了印绶，这颗印后来还真就在日本找到了。江户时代的时候，一个农夫在整修水田的时候挖出来一枚金印，经过研究证实，这就是后汉书里边所写的当年光武帝刘秀赐予的金印。我们可以借助图片啊，大致来看一看。这是一枚蛇钮金印，重量大约108克，印面见方 2.3 厘米，上面以阴刻篆体刻有汉伪奴国王，其中的伪奴通常被视为倭奴的简化写法。那么为什么是蛇钮呢？根据汉朝礼制，赐予太子和诸侯王的金印通常是龟钮，赐给臣服倭国王的一般是蛇钮或者山羊、骆驼等等形状。这枚金印后来被献给了当时福冈藩的藩主黑田家，二战以后被日本当局定为一级国宝。那么黑田家呢，又把金印捐给了福冈市，现藏于福冈市立博物馆。这么一个事儿，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是非常低的。值得注意的是呢，东汉年间的日本列岛，无论文明程度还是生产力水平，相对是比较低下的。说这里的男人们全都在脸上刺青，以刺青内容来区别大小尊卑，饮食全部用手，餐具或竹或木。绝大部分老百姓平时都是光着脚，以蹲踞为恭敬。这个地方人们很是长寿，有很多100岁老人。国中是女人多，男人少。寻常男子家里边2、3个老婆，有点身份的可以娶到4、5个。平时有个大事小情，往往是用烧蛊的方式进行占卜。说要出海远行了，会专门命令一个人不洗澡、不吃肉、不近女色。海上一切顺利，
会赏赐给这人一些财物，但凡有点病灾之类的，就会群起而杀之。这种相对落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7世纪才开始好转。7世纪的日本出现了一位天皇，叫做孝德天皇。孝德天皇继位以后建元大化，仿照唐制，开始有步骤的进行改革，这就是大化革新。更具体的说，他们是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受法，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的私有权，将其收为国有。政府是祭口授田，凡是6岁以上的国民，按照比例分给田地，得到田地的农民定期向国家上缴谷物，并且要上供地方土产。在中央设置神奇官、太政官以及8省1台，在地方设置国、郡、里。首都呢由5卫府拱卫京畿，地方上设立军团，国民需要根据要求来服兵役。从行政到兵制，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是复制了隋唐的一系列治国方法。这个大化改新或者大化革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诏令下达以后并没有马上进行，直到日本在白江口战败，国家受到唐朝的直接威胁，这才加快了改革的步伐。那么白江口之战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儿和朝鲜半岛有关。在公元660年以前，在朝鲜半岛有3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具体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576年以后的朝鲜3国鼎立。3国之间的关系是时好时坏。后来呢，新罗开始联合唐朝，共同对付百济和高句丽。贞观19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10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是突破防线，但是在今天辽宁鞍山附近遭遇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因为天气恶劣和薛延陀入侵，不得不被迫撤军。之后几年对高句丽仅限于小规模的突袭。唐太宗他是一直在经营海军，想要大举攻伐高句丽，直到贞观22年他去世以后，唐高宗李治上台，唐朝对朝鲜半岛的策略开始调整为联合新罗，先攻打比较弱小的百济。显庆5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统领水陆军共计13000，进攻百济，救援新罗。苏定方从今天山东荣成走海路出发，船帆千里，顺流东下。这年7月，唐朝新罗联军攻灭百济，苏定方留下刘仁显驻守百济王城，随后押送俘虏回国。当时在百济背后撑腰的大哥是日本，人们前往日本搬来救兵。日本派出大军支援百济以后，整个朝鲜半岛逐渐形成南北2个战场，北方有高句丽和唐军形成对峙局面，南方因为日军的介入，唐朝和新罗逐渐转向守势。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突发事件再次扭转了战局。百济有个主将叫做鬼使福信，这个鬼使福信因为功高震主和新任的国王产生矛盾，最终鬼使福信被国王以谋反罪除掉。这个百济呢就开始人心思变，战力受到极大影响。很快唐军开始兵分2路进攻百济最后的据点周留城。海上这一路在白江口和先期前来的日本海军相遇。白江口在哪儿呢？今天韩国全罗北道和中清南道隔了一条锦江，白江口就是锦江的入海口。这一战分别打了2天。头一天，唐军是170艘战船在大将刘仁轨的指挥下摆好战斗队形，日军是水上有战船上千艘，岸上有百济旌旗持图护卫。两军一照面，日军率先发起冲锋，可是由于船只过小，到了唐军舰队跟前是一触即溃。第2天，日军仍然采取攻势蜂拥而至。唐军这边呢变了阵型，刘仁轨指挥所有战船分成左右2队，把日军团团围住。顷刻之间，日军遭遇惨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说刘仁轨欲倭兵于白江之口，4战捷，焚其舟400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日本一个舍人亲王写的日本书记说，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一鼓作气，唐军应该会自行退去，于是更率日本乱舞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间，官军败绩，覆水溺死者众，逐鹿不得回旋。白江口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被消灭，百济国彻底灭亡。日本在战争中意识到了唐朝的强大，打这起疯狂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各种先进文化。5年以后，唐军攻灭高句丽，唐朝、新罗以大同江为界，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的形势因为战争而重新改写。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战争一共有5次。第一战白江口之战，前面已经简要说过了。第二战是援日战争，忽必烈派兵入侵日本，2次出兵，最后因为台风而失败。第三战万历朝鲜战争，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军应朝鲜方面的请求入朝作战，最终以双方议和收尾。第四战中日甲午战争，同样是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话事权，双方爆发战争，结局是中国惨败。第五战抗日战争，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那么从落后挨打到原汁原味的学习唐朝文化，再到露出獠牙想要入侵中国，如果这样来看，大概的时间跨度差不多有1000年。这里有必要大致梳理一下日本的幕府时期。日本的幕府先后有3个，分别是镰仓、足利、江户。前面提到说这个大化改新派想要效仿唐朝，通过征募的方式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军队，结果这个计划呢是没有实施就胎死腹中。政府说要征兵到各地去服役，天皇可以征调他们到京都和各国。作为国民呢，有责任有义务服从号召，但是这个事儿到了落实层面遇到了很大阻力，很多人是宁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当兵。他们是想征兵，但是征不上来，没法像唐朝那样组建可靠的军队。这种情况下呢，朝廷只好另辟蹊径，招募当地的壮士，把他们培养成一支支武装团体，专门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那么这些人被称作武士或者士，最开始是不脱离家庭的，有需要了才会拿起刀剑参战。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群人已经不再是打短工的临时工，而是演变成了大规模长期性质的武装组织，并且分别在源氏、平氏这2大家族羽翼下结成同盟，日渐强大。这2家呢，经过一系列的血腥战争，最终源氏胜出，铲除了平氏。朝廷需要可靠的武力撑腰，于是呢，在1192年任命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征夷大将军是一个古老的职位，大概可以追溯到8世纪。说在北边呢，有一伙原住民一直不服管教，朝廷呢就给这些人起了个歧视性质的名称，把他们统称为虾夷，并且让一些贵族出任征夷大将军，招兵买马去征服这些边界居民。元平战争之后，源赖朝的征夷大将军已经不是要他去征服虾夷，而是从此把一个幕营政府交给将军和他的后人去领导。那么幕府作为一个实权机构，打这起牢牢掌握军事和警察权力。那么源氏过去常常在日本东部的镰仓活动，因此得名镰仓幕府。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先后2次入侵日本，第2次呢更是派了14万大军4000多战船，他是下定决心要把日本化为海外行省，没想到被一场台风毁掉一切。驻扎在九州沿岸的武士们挡住了进攻，可是幕府给的赏赐却很少，这就让早就心怀不满的武士群体进一步感到失落不公。蒙古人因为神风败走了，但是拿不准他们会不会再来。这之后防御工事的修筑以及长达20年的警戒，全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经济压力让武士们心生怨怼，很快呢，有一支源氏的远房亲戚挑起反旗，足利尊氏消灭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得以建立。室町幕府又叫足利幕府，作为第2个幕府政权，前后长达200多年，但是有一半时间处于战乱之中。围绕将军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派系争斗，最终造成了应人之乱。地方守护的势力日益发展，幕府势力逐渐缩小，京都由于内战烧成了灰烬，各地的大名开始割据一方。日本这之后呢，陷入长达100多年的全国混战，这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室町幕府的后期出现了2位著名人物，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这2位统治时期又被叫做织丰政权。织田信长在1582年在本能寺遭遇部下叛变，仓促之间没法召集卫队，因为突围无望，最后只能回到居室内放火。织田信长切腹自尽，享年48岁。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上位。这个丰臣秀吉呢，原本是贱民出身，后来做到官白太政大臣，以太阁自居，他成为了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那么丰臣秀吉在位期间，把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并且开始明确要入侵中国。在1591年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说日本丰臣秀吉仅达朝鲜国王足下，武邦诸道9处分离，废乱纲纪，革祖帝命。秀吉为之奋击，披坚执锐，西讨东征，以数年之间而定60余国。
前面主要是说，你看日本啊这些年乱世纷繁，因为我的出现开始天下太平。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瞻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机智，民富财足，地经之盛，千古无比。说我的母亲啊，在怀我的时候就梦见有太阳扑到怀中，所以怎么样呢？我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夫人之居士，自古不满100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人活一世就要积极进取，难道不是吗？下面这句是重点，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400州，尽化我俗，以示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素志也。我呀，想从朝鲜借个道，然后进攻明朝，让中国400个州都改成日本的风俗习惯，对中国施以千秋万代的日本式的王政，这是我丰臣秀吉一直以来的志向。最后他还说，进攻大明之日，希望朝鲜来做他的前导。那么说丰臣秀吉是不是只通知了一个朝鲜呢？不是的，他的野心极大，明朝周边大大小小的政权他几乎是通知了个遍，什么琉球、吕宋、台湾的高沙、暹罗、老挝、大越、广南、占城、澳门，连印度都派人送了信儿，要求他们俯首称臣，帮助日本向明朝开战。除了朝鲜被吓得够呛，其余的无一例外全都没当回事儿。其中的琉球更是直接表示拒绝，并且给明朝报了信儿。明朝当时呢有过讨论，更多的是不以为然，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万历朝鲜战争。朝鲜叫人臣倭乱，丁酉在乱，日本管这叫文禄庆长之一。详细过程之前都有讲过，这里不做赘述。那么抗倭援朝时期的中国呀，处在往后300年下坡路的一个起点。单从战争表现来看呢，明朝的这个战力是最强的，只是远没有强到全面碾压的态势。日本的战力次之，但是仍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尤其是修筑山城据点防守的表现，更是成为最后双方走向议和的一个关键。三国之中，朝鲜的整体战力是最弱的，战后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的，百业萧条，经济崩溃，历经多年仍然不能恢复。目前有一种说法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为了发泄文治派的不满，缓解和武功派的斗争。可是在丰臣秀吉死后，由于这种矛盾并没能得到妥善缓解，日本国内怎么样呢？再度陷入了各诸侯国战乱，直到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击败对手，夺得了最高权力，取丰臣而代之。这样也就开创了日本的第3个幕府，由德川氏世袭的江户幕府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在上一期节目我们提到了日本的闭关锁国，和中国不太一样的是，日本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从一个西方国家学到欧洲的科技知识，为日本源源不断传递信息的这个国家就是荷兰。江户幕府时期在颁布锁国令以后，只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到日本经商，并且把贸易地点限制在了长崎的出岛。我们看，这是日本的一位女画家格式应为所绘制的长崎出岛示意图，中间悬挂荷兰国旗的扇形区域就是人工堆砌的出岛。在江户时代，经由荷兰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被统称为兰学。我们看，这是另一幅由当时的日本画家创作的，叫河汉阳三贤人图。这位画家叫司马江汉，本名安藤吉次郎，创作时间是18世纪。画中的3个人物分别代表了汉学、日本国学、西方科学这么3股文化或者意识形态。这是日本第1部西医专著，名字叫《解体新书》，出版时间是1774年。这是一本叫做《红毛杂画》的书籍，所记载的是显微镜，出版时间是1787年。这是日本第1台静电发电机，研制时间是1776年。这是1851年日本制造的万年钟，这是1853年制造的第1台蒸汽机。总而言之，兰学是日本在后来快速崛起的科学根基。正是借着兰学，日本学到了欧洲在当时科学革命的成果，进而在1854年开国以后，迅速且成功地推行了明治维新。1788年在日本出版了这样一套书，叫做《兰学阶梯》，这是一部兰学入门书籍，一共上下2册。这部书在一开篇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说夫天地人才，谁穷其志，谁完治地乎？古往今来，天地人才，谁能成为最高典范？谁能达到完美境地呢？支那披在一边，独称中国，骄傲自现耳。
支那这个词语是从印度经过佛教传到日本的。在江户时代后期，支那成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一种称呼。您注意，在这个蓝学阶梯出现的年代啊，支那还没有饱含歧视的意思。但是这个序言可以感觉到，日本这个学生对于中国这个老师，在当时已经有所怀疑，甚至轻视。这个老师啊，太自以为是了，他们那一套还行得通吗？在蓝学阶梯出现的1788年啊，美国宪法正在生效，英国航海家带着流放罪犯登陆了澳大利亚。日本人开始反思，说我的老师还够不够格？中国这年是清乾隆53年，正是孤陋寡闻、盲目自大的巅峰时期。咱们说回蓝学本身，到19世纪中期，也就是黑船来航前后，由蓝学和日本国学提倡者引起的思潮，激励了新一代的日本人。人们开始讨论儒学对社会的效用，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外国文化的优缺点，甚至质疑幕府在国家的作用。这一连串的动荡不安，一直到明治维新大幕开启，仍然久久不能平息。时间来到1868年3月14，日本的明治天皇把近500名官吏召集到京都，宣读了被称为5条御誓文的基本国策。5条誓文第一条叫做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字面意思很好理解，这个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发人深省。这是跟着西方学来的，基于民主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思想。日本是怎么崛起的并反超中国的？从这一条万机决于公论可以感知一二。日本人在1868年啊所提出来面向全体国民的誓文，到了我们这边，甭管是满清还是民国，就这一条万机决于公论，为什么一直会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呢？5条御誓文的发表啊，通常被视作日本全面西化的开始，明治维新开始正式登场。说这一伙热血青年推翻了德川幕府，这伙人上任以后头等大事就是要修改政体。200多个大名分散割据，光靠散兵游勇是不管用的。于是5条誓文一出炉，紧接着呢，他们又推出了政体书，也有人叫它1868年宪法，把所有的大权都集中到了太政官。这个太政官啊，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曾经是日本早期首要的决策和行政机构，后来慢慢退了场。这一回全归太政官，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再加上几位专管不同部门的参议，立马就位。萨摩和常州的倒幕派联合朝廷中的激进派，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职位。这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幕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几乎一直是行动中心。中央层面安排妥当，地方上还有200多个仍然独立的大名，各家领地的控制权掌握不了，迟早还得出问题。伊藤博文、幕户孝允最早提出来说，干脆来个废藩置县，用太政官直接去管。到了第2年初，倒幕4强藩的萨摩、常州、土佐、肥前分别上交了领地授予文书，其他许多藩主也开始跟着照做。就这样过了1年多，朝廷这时候呢已经前往江户，并且改名东京。下6月里的一天，朝廷宣布接受各藩奉还土地和户籍。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正式宣布废藩立县，改设3府302县，后来又减少到48个县。每个府每个县都在太政官委派的新任府知事或者县令的管辖之下，整个过程循序渐进，但是丝毫不拖泥带水。明治天皇的5条誓文说要让所有人都能各随其志，大展经纶。东京的新政府在废藩立县的同时呢，也废除了士农工商那套旧有的社会秩序，同时把所有日本人重新抛进3个大框。第一是华族，包括427户前藩主和皇室贵族。第二是士族，原来的高级武士改成士族，较为普通的武士呢改成族。士族群体差不多占了当时全日本3000多万人口的 6%。 第三是平民，农民、商人、匠人统称平民，大约占全国人口的 90%。 允许各阶层之间相互通婚，互收养子。这个新的身份政策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普通百姓拍手叫好，觉得这样活得更有尊严了。武士们普遍高兴不起来，带刀称姓的特权被逐一拿走，最后连世袭的俸禄也都给一刀切了。不切也不行，废了藩改了县，是包含了要给武士发工资这么一项责任的。不发还好，一发吓了一跳，武士们的俸禄直接占到中央政府总支出的1/3。出于财政考虑，那么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人们呢，迫切要求废除俸禄。
但是幕户孝允和岩仓具视觉得这么干多少有点不道德，毕竟这些人是世世代代都在为国家卖命，真要直接废除也怕他们会闹事。商量来商量去，人们想了个损招，说政府呢不是不发工资，但是现在确实存在困难，工资呢形式上得稍微变通一下，改成定期且有利息的政府公债，3年后可以兑换。那么明治政府把武士们相当于摆了一道，武士们有什么反应呢？这个后面再说。明治维新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新政是通过征兵建立新的军队。对于军队建设，山县有朋提出了一套全面征兵的想法。简单说啊，就是过去在军队层面依靠的都是武士，现在应该面向全体国民。他的论断部分出自他的个人经历。倒幕运动一开始啊，这个山县有朋在长州藩帮忙组织了骑兵队，这是一支出身社会各个阶层的民兵武装，大概有400人左右。从英法美俄炮轰长州到后来和幕府之间的戊辰战争，这支军队可以说是浴血奋战，战功赫赫。再后来呢，山县有朋啊在访问欧洲期间目睹了俄法两国的军队实力，这就更加坚定了他想要建立类似的近代军队的决心。那么好，1873年1月10日，由兵部少府山县有朋负责制定的征兵令正式颁布了。新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服3年兵役，4年预备役，户主、农场主、家族生意继承人可以依法免除兵役。除了兵役制度，明治政府还实行了地租改革，强调课税不偏不倚，人民均分税赋。政府把土地的地契分发下去，并且规定了地价，然后把税率固定为地价的 3%， 由法定的土地所有者每年用货币缴纳。新的这个地租制度呢，是既简单明了又透明，税收稳定了，政府终于不用每年提心吊胆凑军费发工资。可是问题紧跟着也来了，统一税率有人乐得轻松，因为地少税就少，同时呢它也增加了另一部分人的负担，个别地方的民众渐渐就开始聚众闹事，暴力行动。这场因为地租而引爆的抗争在1870年代中期愈演愈烈，变成了民间对新政府的一场直接挑战。当时的明治政府呢，正急着想把全国的行政、立法、税收、军事权全都抓在手里，可是民间的反抗声浪也跟着水涨船高。说白了，这场改革就像一把双刃剑，一边给政府财政打了强心针，一边呢也给人民点了一把火。明治政府想要推行现代化，结果一不小心又掀起了场乡间的风暴。19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啊，正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旧的秩序，一边是新的政府。相比前面提到的农民们的反抗浪潮，更棘手的是大规模的氏族暴乱。武士们暴动的原因有远有近，一方面呢是传统意义上的特权被剥夺了，另一方面呢是太政官否决了一项有关征韩的建议。明治维新以后啊，日本借着新政府成立，向朝鲜提出建交。当时的朝鲜呢，同样处于锁国政策，只认清朝为皇帝，而日本的国书中呢有大日本皇帝的文字。就这样，朝鲜拒绝不受。这个时候呢，一位人物站了出来，那就是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之首的来自萨摩藩的西乡隆盛。针对外交纷争，西乡隆盛提出征韩，通过侵略朝鲜解决国际争端，同时呢还能让下级武士们在新的领地得到新的特权和资源。可是其他几位政要认为啊，说日本还很虚弱，应该优先处理内部事务。明治天皇这时候也表示同意主和派的观点。朝鲜事务让日本统治阶级的联盟啊出现了一道裂痕，征韩派失败了。西乡隆盛呢愤然辞去政府职务，离开东京，回到了家乡，在鹿儿岛过起退休生活，散步打猎，不问世事。受到西乡隆盛人格的感召，大批旧部跟随其回到鹿儿岛。注意看，这是一幅绘制于明治时期的征韩议论图，中间穿军服的就是西乡隆盛，偏左一点红色朝服者是岩仓具视。西乡隆盛右边脱帽叫嚣的那个人叫做江藤新平，最先挑起战端的也是这个人。江藤新平在征韩被否以后，回到了他的家乡肥前的佐贺县，因为不满太政官的种种政策，他召集了大约3000名武士，袭击了银行和官署。政府军很快出兵反击，并且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江藤新平本人最后被枭首示众。大约3年以后，明治维新时期最大的一场内战爆发了，领导者正是昔日倒幕的英雄西乡隆盛。这个叛军中，除了萨摩军以外，
还有来自各地对政府不满的武士，前前后后合计3万多人。西乡隆盛打着质问政府的旗号，率领大军横扫北上，一时间跟朝廷的官兵在路上撞了个正着，火花四溅。美国有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拍摄的。这部电影啊，应该说是讴歌了日本武士传统的美好，但是比较片面的呢，是没有反映出这个没落群体的另一面。这是一群典型的实力阶级。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不是生产，却又享有特权。以萨摩这种强藩为例，有1/4的人口都是武士。工商农阶级要承担的负担是无比沉重的。所谓的荣誉呢，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的。在他们面前，工商农没有任何尊严人格可言，甚至可以随意杀死而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武士身上的武士刀是嗜血的，一把新刀买回来要用杀死贱民的方式来试刀。西乡隆盛把国家拖入了一场战争，好在这场战争很快走向尾声，政府军击败了萨摩军。西乡隆盛呢，退回到了鹿儿岛，在战场上自杀而死，结束了他在历史和道德之间的痛苦挣扎，也结束了日本的最后一次内战。武士阶层因为承受了近代化的负担，进而成为了抵抗近代化的第一波力量，最后在反抗中被消灭了。打这儿起呢，消除了障碍的日本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不到30年，他们就成为了亚洲第1强国。1905年9月，说清政府啊派了5位高官搭乘法国轮船自上海启程，展开长达半年多的海外考察。上谕明示，要求他们此行啊要吩咐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对于清朝这么个一向自诩天朝上国的庞大帝国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5大臣出洋。于是国内外舆论一片高度评价。其实清朝的这项举措并非首创，而是效法了34年前的日本。更令人慨叹的是，日本明显走得要更彻底更勇敢，最终催生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明治维新从打一开始5条誓文就提出要破旧来之陋习，要求知识于世界。于是在国内局势尚未稳定，各项待解难题堆积如山之际，维新政府便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外交使团，远赴海外进行考察。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节团。这个使团啊，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副使则是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幕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方。著名的维新3杰中就有2人参加使团，足见日本改革派对外学习的迫切心情。正如伊藤博文所言，要让我们的帝国啊走入先进国家之林，内政、法律、外交乃至礼节都得好好向人请教。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从横滨起航，他们首先横跨太平洋抵达美国，在第一站旧金山就受到热情欢迎，但是来到华盛顿以后歪了泥儿。江户幕府啊，过去和美国缔结了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有效期呢是14年，现在有效期将至，这个岩仓使团呢希望和美国重新签约，但是到了谈判环节，美方提出来要验看信任状，这个场面变得尴尬了。岩仓使团啊，压根就没带信任状，他们谁也不知道，按照国际惯例，这个外交交涉是必须要有信任状的。不得已，只能派人回国取信。拖了好一阵子，信是取来了，美国人却不答应改约。最后呢，双方约定以东京为交涉地点，继续谈判。这个条约最后直到28年以后才被废止。谈判失手，并没能浇灭这伙人的热情，反倒让他们对美国刮目相看。当时的美国内战已经结束了，什么电灯火车、纺织厂林立，城市里边是一派火热景象。幕户孝允啊，在给国内报信的时候说，街市面貌虽然早有耳闻，但实地一看还是大开眼界。至于那些学校和工厂，更是笔墨难描。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啊，一直被明治天皇所倚重。这回在美国开了眼界，就是在美国，这位明治政府的重臣剪掉长发，脱下传统的日本贵族衣服，换上了得体的西装。在美国考察半年以后，这一行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欧洲，一口气接连考察了11个国家，广泛接触各国的首脑、政府官员以及各个阶层的民众。这个考察实际上啊，带了至少3个任务。首要的目标呢是友好访问，同时试探外国政府，看能不能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关键的是直接了解西方，找到他们成功的秘诀。使团内部呢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有的研究
西方宪法和政体，有的收集贸易、工业、金融相关信息，有的调查教育体制和学科情况。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盐仓使团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从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到工厂、学校、监狱、警察局，再到交易所、商会、军营，行程紧锣密鼓，全面接触西方文明。本来计划是7个月，最后又延长了1年，直到后来朝鲜问题的争论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这才回到国内。这一路走来盐仓使团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总是把日本和西方进行对比，从中找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以及可以到日本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日本为什么落后，他们在考察中认识到说，造成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西方教育呢注重实际，国民从小就开始接触科学，尽可能的学习并掌握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日本人所学的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说西洋人免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培养大批的实用性人才，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回国以后呢，盐仓使团努力推进教育事业，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到甲午战前，日本全国的大中小学已经有近3万所，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发出叹息，说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再有一个体制也是落后的根本原因。盐仓使团普遍认为，说要想让日本顺应世界潮流，就得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但是欧美各国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立宪制，到底该跟谁学习，他们犯了难。说这一天呢，一行人来到了德国，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德国在不久前从分裂走向高度发展，由后进步入大国行列。德国的经历让他们感到亲切，反复比较之后，盐仓使团得出一个结论，说不管是美式的共和政治还是英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国情，反倒是德国这种名义上君主立宪，实际上专制集权更适合日本。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这样就完全可能像普鲁士那样崛起于东方。多年以后，德国的榜样作用真就促使日本成了新兴的军事强国。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效仿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走上了军事扩张、武装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同时呢，也给亚洲邻国，最终也给日本本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对照日本的盐仓使团清朝也曾派人远赴欧美，可是清政府一直是犹豫不决的，几乎从来就没有真心学习过西方先进国家。梁启超对比这个中日两国说过这样一番话，说日本人到了欧洲讨论的是教育事业，研究的是政体官制，回国以后切实有效的开始效仿学来的东西。那么中国人到了欧洲，询问的是哪家工厂船坚炮利，哪家工厂卖的更便宜更划算，然后掏钱买来运回国直接用起来。中日两国是一个重学，一个重物，这是不是两国最终强弱走向的根本原因呢？故事讲到这里有关日本是如何崛起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分别具体了解一下明治维新的改革内容。在司法方面日本结合了各家所长，刑法是跟着法国学的，商法是跟着美国学的，民法是混合了法国和德国。经济方面，允许土地用于买卖和担保，施行官办产业，建厂修路，以日元为基本货币，成立中央银行，也建立了一系列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在军事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征兵制，还设立海军省、陆军省，成立近代化的新式海陆军，聘请德国和英国教官训练，并且灌输武士道精神和天皇至上的思想。这些是日本在崛起道路上的开端，也是日本最终给无数人带来深重灾难的起点。明治政府在建立以后就和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之后没2年就因为琉球出兵台湾，这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历史事件，可是却能够一窥日本之狡猾。琉球是一个岛国，咱们之前说过，位于台湾和日本之间，从明朝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后来以武力要挟，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的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国向来是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纳贡称臣，一般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和外交。那么日本可不一样，在明治天皇亲政以后，一改幕府时代，把琉球视作外国的这个基调重新定位，将其视作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且正式设立琉球藩。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获得中国的认可。就在这个档口上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琉球的渔民被海上飓风吹到了台湾，和台湾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50多名琉球渔民被误杀，史称琉球漂民事件。日本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是如获至宝，并且定下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他们派出600多人出访中国，针对琉球漂民事件展开谈判。如果中国同意惩处台湾的肇事者，就相当于间接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如果你拒绝惩处，就相当于否认台湾是清朝的属地，就等于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无论左右，日本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获利。那么清朝的总理衙门很快中了计，在谈判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居然推脱说肇事的是花外之民，大清国对花外之民杀人是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话一说出来，日本人是暗暗叫好了，他们认为这至少证明了清朝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他们紧跟着就调整计划，派兵攻打台湾，把琉球放在了第2位。结果出兵登陆台湾以后进展并不顺利，遭到了当地原住民的顽强抵抗。最后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之下，中日2国签署了北京专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兵，中国支付被害难民抚恤银10万两，日本在台湾修建道路、兵营之类，折价40万两，由中国出钱留下继续使用。至此在琉球问题上，日本取得了重大进展，清朝等于是间接承认琉球归日本所有。随着中国的注意力又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而如果和后面发生的相比，这些只能算是中日交恶过程中的冰山一角。好了，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感谢您的收看收听。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再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